在航海世界的巨浪中，6大驱逐舰矗立海岸，展示着各自的威力与荣耀。中国以其2款杰出舰艇荣登榜单，韩国则以其万吨级驱逐舰开创先河，而日本的驱逐舰尽管历经数十载风霜，依旧威名远扬，让人好奇这份排名的领军者究竟是谁。在这个以海权为尊的时代，一国的海军力量越强，其影响力便能延伸得越远。航空母舰编队作为国家海上力量的象征，备受瞩目，但那些默默守护在旁的驱逐舰却往往被人忽视。让我们一同揭晓这6款全球顶尖的驱逐舰究竟有哪些特色。从澳大利亚而来的霍巴特级驱逐舰位列第6，被誉为南半球最坚固的盾牌。它不仅是澳大利亚海军的骄傲，更是其国防的象征。由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设计，该舰全长147.2米，宽18.6米，满载排水量达7000吨，其规模在当前看来相当可观。搭载2台燃气轮机，最大航速约为28节。配备了48个垂直发射系统，能发射多种导弹，包括反舰、防空、反潜等。主炮为一门产自美国的127毫米舰炮，加之反潜鱼雷，这样的火力足以应对小国的挑战，但面对大国可能略显不足。目前共有3艘此型驱逐舰在服役中。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的052D 驱逐舰，以其卓越性能成为航空母舰的忠实护卫，被誉为中华神盾。自2014年首舰服役以来，差不多已有10年。即使到现在，它的实力仍旧强大，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力量。该舰长160米，宽17.5米，满载排水量高达7500吨，采用罕见的柴燃交替动力系统，航速可达30节，最大航程可达4000海里。拥有64个垂直发射系统，可配备多种攻防导弹。主炮为一门130毫米舰炮，其威力在世界范围内少有对手，搭配特种导弹，射程可超过120公里，射速更是达到每分钟40发，堪比一个炮兵营的火力，实力非凡。第4名是源自日本的金刚号驱逐舰，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凭借其强大的作战能力，一度成为东亚地区的海上霸主。该舰总长161米，宽21米，满载排水量高达9500吨，配备4台燃气轮机，最高航速可达30节。装备了90个垂直发射系统，其自卫与威慑能力不容小觑。主炮为意大利生产的127毫米舰炮，射速介于每分钟10至45发之间，与052D 的火力不相上下。尽管它诞生于上个世纪，但其威力至今仍让人敬畏不已。排名第3的是韩国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作为万吨级驱逐舰的开山鼻祖，由现代重工和大宇集团联合打造，自2005年起正式投入使用。其总体长度达到160米，宽21.4米，满载时排水量高达1.1万吨。得益于4台高效的燃气轮机驱动，它能以最高30节的速度破浪前行。拥有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和一门127毫米主炮，使其火力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此外，该舰还采用了部分隐身技术，显著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凭借其庞大的吨位，它能搭载2架反潜直升机，进一步提升了其生存和作战能力。目前共有3艘此型舰服役中。紧随其后的是我国自豪的055型驱逐舰，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亚洲最为强大的驱逐舰，同时标志着我国首次打造出排水量超万吨的驱逐舰。自2019年首舰服役以来，该型舰以180米的舰体长度和20米的宽度傲视群雄，满载排水量超过1.3万吨。4台燃气轮机的加持，使其能以超过30节的速度驰骋在海上，航程可达5000海里。它配备了112个垂直发射系统，全面装备了反舰、防空、反潜导弹。主炮是一门130毫米舰炮，副炮则是射速高达每分钟1万发的国产1130近防炮。舰上还能搭载2架反潜直升机，搭载的新型雷达探测范围达到了惊人的4500千米。目前已有8艘此型舰加入服役，而榜首无疑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被誉为美国海军之最强盾。自1991年首艘舰艇下水以来，以155米的舰体长度和20.4米的宽度，满载排水量约9500吨。4台燃气轮机赋予它最高31节的航速和4200海里的航程，配备有90个垂直发射系统。虽然从数据上看似乎不及055型驱逐舰，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先进的4面雷达和作战系统，配备的宙斯盾相控阵雷达和 Aegis 作战系统，使其作战能力深不可测，极强的隐蔽性大大增强了其生存能力。
在服役期间，他参与了多次实战打击，表现卓越。目前已有68艘此行舰在服役中。这两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变地狱。仔细看啊！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它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否则两只鸽子呢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俩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其实这一劫本来就不该来的，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静止目标，至于海上的目标嘛，它根本就不擅长。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你就明白了。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它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GPS 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我们一个个来说。惯性制导呢，通常用的是陀螺仪、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啊。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不知道你家在哪儿的朋友指路。你不会告诉他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告诉他了他也不一定知道嘛，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告诉他走多远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接着再走多远再怎么拐之类的。于是呢，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你给他的指令，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至于到底能不能准确的到达呢，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和他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自己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了。所以啊，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制导上呢，仪表的误差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但是想要完全避免仍然是天方夜谭啊。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误差是会积累的。所以单靠惯性制导的尴尬就是打得越远，偏得越多啊。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能够在中间帮助它修正的方法了。GPS 制导算是一个，当然咱们自己的呢就是北斗嘛，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是不是？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制导。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事先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地形参考数据，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了。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呢，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嘛。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来唯一确定的话，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不就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吗？于是啊，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气压高度表、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雷达高度表呢，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气压高度表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综合一下，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是的啊，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如果有一定的偏差，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嘛。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啊，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好了，就这么飞了一路，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呢，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这个制导系统啊，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来实时的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到了最终啊，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综上就是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你可以发现啊，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嘛。什么地形匹配，什么数字场景匹配，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不都是白瞎吗？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那两只无辜的鸽子呢，本不应受此一劫了。但是到了战斧的 Block 4版本，
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呢，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收刮点银子出来，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它当然就需要再花点钱升级一套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嘛。但是海军看了测试，惊得直呼好家伙，我要了！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还又继续坚定地把战斧升级到了 Block 5版本，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啊，对了，我们也有长剑10啊，不怕。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是太难了吗？是的，的确很难，但原因呢？并不止于此啊，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试验成功了。1974年的10月24日，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 C5 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1号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也只是启动了第1级的发动机，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着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威胁嘛。可是他就只那么试了一次之后呢，就再也不见踪迹了。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要知道，从 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AGM-158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实验成功了，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所以呢，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故事啊，我们还要推回到1945年的7月，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说。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炸开了核时代。4年之后呢，在1949年，苏联效仿，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竞赛做好了铺垫。到了1974年，核态势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个国家都在不懈地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先是原子弹，接下来呢就是更为致命的氢弹了。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技术稍欠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说白了就是你造1枚，那我就造个10枚。虽然精度没你那么高，但即便只有1/10的概率，我也能干掉你了。到了197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美国的优势呢，不在了。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并不是嘛，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不过呢，这也不怪他们啊，说起来非常讽刺，因为 mad 疯狂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它正好是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这是一种一毁皆毁的军事战略思想，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武力，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不论理由是什么呢，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给他怼回去。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他了，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实际上 MAD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不过你看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一旦平衡打破 ，MAD 就开始失效了，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的摧毁你了。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呢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还基本都能动，车载、列车载，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吊起来，让他们实现快速的重新部署。再反观美国人呢，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吗？这简直是越想越怕，坐立不安啊！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促膝长谈一番，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咱能不能一起缩减点自己手上的核武器数量啊？
但他也明白嘛，苏联人又不傻，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主动把脸贴上来了，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哎，滚一边去！所以在谈判之前啊，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那么就想办法让他们移动起来呗。而且啊，不光要能够移动，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把它们发射出去才行啊。哎，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好吧，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它们的方法了。哎，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他们两眼放光。哎，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神还要大了 N 倍的大家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从 C5 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哎，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哎，这可是在冷战时期啊，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毕竟整个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 MAD 上面的嘛。好，那我们就来说说 C5 这架运输机了。它从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虽然也有装逼的意思啊，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尤其是要装下当时美军最新的9米长、50吨重的 M60主战坦克了。于是它的货舱空间呢，就来到了惊人的1000立方米了。哎，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那就换一个啊，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呢。但其实呢，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在它那巨大的黑洞里面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居然还能够轻盈的飞上天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用它装只重30吨的民兵1呢，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哎，挤一挤，我给你装1捆都是可以的。但重点是啊，装1捆能发射得出去吗？对了，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得进去，还要能放得出去啊，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还得必须要点燃飞得过去才行。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了啊！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耷拉着眼皮的教授不情愿地爬进座舱后，发现，哎，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试图验证从 C5 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可行的，或者，哎，为什么就不可行呢？好吧，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啊，他们还从来没有从 C5 上空投过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应该说啊，一个这么重、这么大的完整的东西，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但那是被分成了4批投下的，每一批呢也就不到20吨重了。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释放出阻力伞，把货物的相对速度减到比运输机更慢后，自己给滑出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货物的长度呢都很少会超过8米，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则是20米，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不可分割的重量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哎，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啊。一是太重之后，如果阻力伞未能够将它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 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导致失控坠毁。二是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如果飞行员的调整不够及时的话，也有坠机的危险啊。最后，由于它太长啊，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导弹的头部下倾过多，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把飞机给卡住，造成坠机。说实话，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啊。哎，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哎，好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那咱就试呗。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前7次呢，分别往下扔下的是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后3次就玩真的了，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1了。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仅仅只有最后1次而已。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依然风险重重啊。从 C5 上减掉30吨的重量，会迅速改变其重心，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当然，相比起来啊，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都必须要佩戴个人氧气罐，以抵御稀薄的空气，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为了确保 C5 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还能平安地飞回基地，他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设置在了6000米。当导弹离开飞机时，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连接在头锥上的降落伞呢会使它头从上往下掉，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发动机点火，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接着便是推动着它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好像听上去也不是
是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测试中呢，失败率竟然高达33%。前9次测试呢，只成功了6次。有降落伞被撕裂后导致测试载荷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有刚刚离开货舱后呢，测试载荷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拉得不利索，卡在半截，差点就把 C5 给搞坠机了的。没有最刺激，只有更刺激。就这样啊，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1个月不到了。虽然压力巨大，但工程团队呢还是给顶住了。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也是第1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如果成功，就代表着空基洲际弹道导弹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消息第一时间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也很巧妙的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儿，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到了今天啊，最新一代的 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3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机发射的任何一点消息吗？它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被彻底埋藏了起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当第1波核弹互射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还能有发起第2波还击的能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1次打击能力啊！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吗？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哦。好了，我们来看看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设计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设计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设计精度简直参差不齐。
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啊。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舰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偿才行。我们来试试啊。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啊，那再重新调整一下。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链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当年特斯拉在同爱迪生的交直相争中一战成名，这不仅帮爱迪生背上了恶名，还让我们一直到了今天家里面都还在使用交流电。所谓交流电就是电流的方向始终都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我们国内使用的是频率为50赫兹的交流电，意味着电流的方向每秒钟需要变上100次，这就让我有些不解了。你说早在特斯拉赢下交流电的19世纪末，那个时候家里面的用电负荷无非就是白炽灯泡，它无非就是直接把电转化为热，然后热到一定的境界就开始发光了，所以电流变来变去也无所谓了。就像你烧一根木头是从左边烧还是从右边烧有什么影响呢？但到了今天我们家里面的用电负荷已经变成了电脑、电视、手机、音响，甚至连照明都是基于半导体的 LED 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使用直流供电的，于是再把它们接上咱们家里面的电源插座之前呢，还需要先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才行。有注意到我提到的这些电器几乎都带有一个比较大的插头吗？有注意到这些插头总是很热吗？这就是交流转直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了，更大的体积和白白浪费掉的电费。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家里面就不能直接用直流来供电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内容上大概会分成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为什么当年特斯拉的交流电会胜过爱迪生的直流电？它有什么样的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呢，到了今天交流电的优势还存在吗？它的劣势又是什么呢？第三，直流电有可能会在将来全面取代交流电吗？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回到19世纪末，交流电之所以会胜出，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变换电压。变换电压有多重要呢？太重要了，因为它关乎到电厂发出来的电能否远距离的传输。尽管我们都很喜欢电，但谁都不喜欢电厂就在家旁边。要想把电厂搬远，就得要加上足够长的输电线。而我们知道，只要是导体就一定会有电阻，只要是电阻呢，就一定会产生损耗。损耗是多少呢？这个公式可以告诉我们，
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 这里的 P 呢是线路损耗的功率 ，I 是流过电线的电流 ，R 是这段电线的电阻大小。你看出来了吧？尽管随着电线越来越长，电阻在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减小电流来对损失的功率做出控制的。尤其是它还是个平方。而如何来减小这段电线里面的电流呢？那就是提高输入进去的电压了。公式在这儿。P 总等于 U 乘以 I， 输电线的总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是电压越高，电流也就越小。所以当年由于做不到升压，爱迪生只能把自己发出来的110伏直流电输送到离他不到1.5公里远的用户的家里面。要是想要再远这些电光是在路上的损失就超过1半了，还让人怎么用呢？而且损失的能量都会以热的形式释放出来，电线自己就把自己给熔断了。比如这些非常形象的实验。而特斯拉的交流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电压可是想升多高就升多高凭什么交流电可以，直流电就不可以了呢？那得要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有2个。首先是电流的磁效应，交变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其次是电磁感应原理，变化的电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动势。前后都脱不开一个字，变化。所以变压器注定就是一个属于交流电的产物，凭借它把电压升到数十万伏的水平，就能够轻轻松松传个成百上千公里了，把偏远电站所生产出来的电输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供你我使用了。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变化的交流电虽然方便，它能够利用电磁感应来随意变压，但也需要为这样的电磁感应而交费，因为线路与线路之间，线路与大地之间都会因为电磁感应而产生电感与电容，从而产生感抗和容抗。这部分的阻抗呢，其实会消耗掉很多输电线上的功率的，极其的不划算，而我们又极其的无奈，所以就只能把它们起名为无功损耗了。而直流电由于没有交变电场，所以就不会有无功损耗，所以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但优势就仅止于此了吗？当然不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直流输电的很多优势都凸显了出来，比如系统稳定性更强，线路造价更低，适应范围更广等等。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交流电力系统之间想要联网，必须要做到严格同步，因为交变电流是个基于时间变化的函数，它的频率、相位等关键指标都跟时间有关。如果2个交流系统在联网的时候稍微有点错开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2个系统都发生崩溃而停电。直流系统就稳定多了，可以实现非同步联网，俗称背靠背联网。再看线路造价，由于交流输电通常需要采用3根导线，而直流输电最多只需要2根，所以在材料成本上呢就已经省下不少了。再加上直流输电不需要像交流输电那样为了避免电磁感应而把自己架得那么高，分得那么开，投资建设和运行费用都降下来了，而且还很适合被埋进拥挤的城市地下和输不起电线杆的海底。与此同时呢，当年击败爱迪生的直流电难以升降压的问题，如今也可以方便的解决了。在送电端我们先是把交流电升到一个超高的压力，然后使用整流器把它转变为直流电，等输送到用电端后，再用一个逆变器又把它给变回交流电，然后降压使用。虽然有点麻烦，虽然转化的过程中还是有所损失，虽然像这样的换流站成本真的很高，但如果你想把上千万千瓦的电力输送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的话，特高压直流输电仍然是不二的选择。猜猜当今世界上掌握了该领域最领先技术的是哪个国家？中国。西电东送，世界首个1100千伏的直流输电线就架设在新疆昌吉和安徽古泉之间，成为闪耀世界的电力高铁。好了，我们的基本问题应该都得到解决了，除了一个，既然如今我们那么多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直流电，那么未来有可能或者说有必要直接直流入户吗？关于这一点我就交给大家来讨论了我是火箭叔，一定要关注我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留言来告诉我吧。月球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大水库，所以美国才要急着重启载人登月嘛。根据科学家的估算可能有多达6万亿公斤的水以固态冰的形式安静地躺在月球的表面。是的，表面，荒凉的表面，没有任何大气保护的表面。这怎么可能在险恶的太空直接暴露在外，你哪怕有任何一丁点的水都会立刻蒸发殆尽的呀。月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靠它的永久阴影区做到的。跟我们的地球半躺着绕太阳运行不同，月球的自转轴呢只有 1.5 度的倾斜，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把自己站得笔直着对着太阳的。头顶和脚底2极地区呢就很难被阳光给照射到嘛。
再加上月球上的坑也不少啊，于是谨慎一点的阳光又这么被陨石坑的大坡一挡，那它的底部就永远见不到天日了。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黑了数十亿年了。黑当然就冷啊。普通的永久阴影区温度都能达到零下170摄氏度以下，而那些所谓的双重阴影区，也被叫做阴影中的阴影，就是连从陨石坑边缘反弹过来的反射光都是照顾不到的区域，温度更是低到了零下250摄氏度，这就让它们成为了完美的挥发物质的陷阱。但凡有什么物质从月球的表面蒸发呢，都很容易被它们给困在这里啊，比如二氧化碳、氮和水了。实际上，关于月球的永久阴影区存了很多水的假设，可以一路追溯回到1952年。当时的科学家们呢，已经意识到月球南北两极可能存在很多太阳永远都照不到的坑。那这里会不会就有水呢？虽然争议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相信有水的声音呢，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啊！而且原本以为可能寥寥无几的永久阴影区呢，也被发现的越来越多。于是，一场人为的撞击便发生了。2009年的10月9日 ，NASA 的月球陨石坑观测和传感卫星，先是用发射它上天的半人马座火箭最上级对准一个永久阴影区撞了过去，然后再派另一个航天器尾随火箭穿过这片被激起来的尘埃区，收集数据，并制造出第二次的撞击。卫星则躲在远处细细的观察。结果就很令人震惊了，在这片撞击后飘到半空中的尘埃云当中呢，竟然包含了多达155公斤的水蒸气。永久阴影区有水冰已经确凿无疑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好，关于水是如何跑到月球上的目前存在3种主流的理论。第一个是它们是通过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给送到的。这种理论认为在太阳系形成之初，其内部炙热的水分子呢被太阳风蒸发并吹到了远处，等它们来到远离太阳的太阳系边缘，才又降温，重新形成了冰冻的天体。这些天体最终还是会被引力拖着，再次砸回到太阳系的内部，轰炸了包括月球在内的诸多天体，为它们送去了水。第二个理论是在月球成长中间的某个阶段，大量的火山喷发将水蒸气从内部带出，形成了一种稀薄的临时性的月球大气，并最终导致两极结冰。第三个理论是太阳风将氢气吹到了月球，然后跟等在这里的氧结合，形成了水冰。好，不管是三者当中的哪种或者是哪几种为月球带来了水，我们去研究去弄清楚真相都非常重要。因为既然水是那样到达月球的，那必将也就会那样到达地球和其他相似的岩石世界。考虑到水对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其实弄明白上面的问题呢，也将有利于了解咱们地球上面的生命到底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其实月球堪称太阳系的历史博物馆科学家认为它的两极水冰自形成开始就一直没有受到过打扰，所以可以顺利的回到时间的原点。而地球呢，早就被自己的地质过程给打乱过无数遍了美国不是已经重启了载人登月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吗？它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呢，就是去探访这些隐藏了几十亿年秘密的黑暗地带了。当然，在人登上去之前呢，一个能通过跳跃一次就在月面上前进超过几百米的探测器，会首先在今年年底坐着 SpaceX 的火箭先过去探探路，然后应该是在明后年，一个更大的、长得像是高尔夫球车一样的漫游车Viper 会再次光临永久阴影区，去钻下大约50个孔，帮我们彻彻底底的摸清这里的情况。最后就是阿尔忒弥斯任务本身了，去验证在月球上获取材料并拥有永久栖息地的概念能否成立。很自然的，他会选择一个有水的地方，月球永久阴影区的附近嘛。大家好，我是火箭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与有荣焉我和伟大祖国的高光时刻活动。建党100年的祖国呢，有很多的高光时刻，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箭了。走进天津火箭制造公司总装车间的那一瞬间我就被震撼到了。一是因为只有近距离的站在长征5号的旁边，当呼出的热气都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块薄雾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5米直径究竟有多么的庞大。二是因为火箭的组装呢，完全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里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手臂。三三两两穿戴全套防护服的工人们呢，站在火箭燃料箱的上面、后面，拧着螺丝，装着管线，讨论着图纸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配说明。这个跟我们大学里面的创客空间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嘛，完全就没有火箭应该给人的科技感和神秘感了，所以是失望的情绪有点震撼到我了。但2天之后啊，我就彻底不这么想了。今天呢，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火箭制造水平的真实感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啊，美国都已经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了，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呢，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23位2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毅然地投入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去，硬是从零开始劈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我在火箭院里面问了专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咱们的运载火箭都要叫做长征呢？他想了一下说，因为造火箭这事儿对咱们的航天人来说，可不就是长征吗？它既代表了这个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漫长的事，也代表了走这一趟的人所不得不拥有的坚强意志与百折不挠。60多年过去了，长征依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0年4月24日的长征1号成功发射开始，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逐渐扩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发射能力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轨道类型了。长征1号系列已经退役，长征2号系列主要是面向近地轨道的载人和卫星任务的，尤其是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实验室发射任务的长 2F 了，绝对算是载人工程的功勋火箭了。长征3号系列呢，主要是面向高轨卫星任务，是建设北斗系统和实施嫦娥探月的工程。长征4号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拥有比长2系列更大的近地轨道运力。长征5号还用说吗？直径5米的大火箭是大载荷空间站去升空的首选。长征6号是新一代的环保型火箭。长征7号是环保型改款的长 2F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顶梁柱。长征8号是新一代的中型液体火箭，长征11号可以快速响应、灵活机动，实现不受发射场限制的低轨商业卫星的发射。当然，未来还会有长征9号、长征 N 号等等火箭的诞生，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添砖加瓦。但是啊，这也让我心里面的反差呢就更明显了。发展了60年，怎么还在上手工呢？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汽车的生产线，但是也看过很多画面和报道啊，感觉里面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刚好去参观过的一家棉纺厂，其中也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设备了，人的角色更多是巡视和监督，符合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一贯认识嘛。火箭也是现代工业啊，而且还是现代工业中离未来最近的工业之一。为什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呢？是只有我们的火箭生产用手工，还是大家都是呢？ SpaceX 的火箭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基本上在车间里面抓到一个人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中国的火箭制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产品化的阶段啊。虽然我们有长征5号、长征5号 B、长征7号等等这些系列的火箭，但它们是产品吗？不是嘛。只有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生产出来的每一个都基本无差异的才叫产品。而我们再来看火箭啊。上次发射的长征5号和这次发射的长征5号，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款长征5号。当然，下一枚也是如此。因为每一次，虽然在普通人的眼里面发射无疑是成功的，但表面背后啊，其实是隐藏着很多问题的。有的是隐患，只是很幸运的没有暴露出来；有的是低效，显然应该被更好的设计所替代掉；有的呢是冗余，明明可以把它给剪掉。等等这些啊，所以每一次长征火箭在发射完之后呢，任务团队都会仔细的去回溯复盘，以便在下一枚火箭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安装布局方面的变化，舰载仪器设备的增减等等。外观看上去还是咱们可爱的胖五，但是心却已经是升了级的。另一个呢，是由于每一次的任务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这次是送天河号核心舱上去，下次呢是送梦天实验舱上去。尽管都是用长5B，但也会对火箭的设计安装进行微调，以便最优化的执行这次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目前我们的火箭每一枚都是定制的，如同一件量体裁衣的西装一样，并不适合采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因为这样既生产不出来，还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嘛。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可以分2个方面来看啊。
不能自动化生产的火箭虽然在效率上显得不高，但是却能够在创新上持续精进迭代，靠技术娴熟的人来找到最优解，并且呢，有效地降低此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我把这个总结为微创新。尽管我们觉得像是手机从诺基亚到苹果那样的创新才叫做创新，但实际上很多隐藏在表面下的我们看不到的创新呢，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我们两枚长五相同外壳下不同的线束布置一样。但是反过来啊，这种太依赖人而不是机器的操作方式，一是很难避免人的惰性和麻痹在其中起到的负面影响，二是速度慢了，发现问题的频率就低了，改进升级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Elon Musk 说，他的目标是一天要造1台猛禽发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不停地发，同时还能更快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迭代。从新建原型机的发射频率上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了，新建为什么能造这么快呢？的确是有点让人害怕啊。我问了几个火箭制造的专家，他们也有点想不明白，也很好奇啊，也希望去学习啊。但显然这就是一个黑箱嘛，我们拆不开它，只能靠自己去推测、研究和实验了。毕竟人家比我们早了100年实现工业化，很多技术经验我们还在学习和积累当中。中学生自然很难看懂大学生的解题思路了，承认这点才能让我们学得更快。美国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他们造土星5号，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火箭时，也是纯手工的状态啊，所有环节都是人去趟出来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说法嘛。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和工具，依然是无法将那台 F1 发动机给复刻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啊，掌握那些手艺的工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动化还是手动化，并不意味着先进与否，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必然过程而已。我相信随着商业航空的发展呢，我们的火箭制造也会走向规模化、自动化的那一步的。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去等着一个个奇迹被见证的时刻就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